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现在喜欢喝酒的人啊有很多，而且即使是平时不喝酒的人，在遇到了聚会时，也难免会多喝2杯。那不少人就好奇了，啤酒和白酒相比，到底哪个更伤身呢？木子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。其实这还是要看个人的身体情况。如果你足够健康的话，那适当的喝些啤酒或者是白酒，都不会给身体带来太大的危害。但如果你身体不好，比如患了一些慢性疾病，那无论是喝什么酒，都会对身体造成严重的伤害。当然，就算你身体健康，也不能够长期饮酒，因为长期饮酒也还是会给肝脏带来损伤，并且还可能会增加你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另外，同等量的啤酒和白酒相比，其实白酒对人体的伤害要更大一些，因为白酒中酒精含量要更高，所以相比起来，白酒的伤害可能会更大一些。但对于啤酒，大家也还是要注意饮用量哦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说到这儿了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，欢迎收看侃侃养生。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2个动作测血管好不好，常做1个动作让血管一通到底。血管的重要性相信大家都知道，但有很多人年纪轻轻就出现血管老化、血管堵塞的情况，严重还会形成血栓，患上心脑血管疾病。那下面呢，教大家2个方法判断血管的好坏。方法1，手握成拳，坚持30秒打开，手掌会变白，但是随着血流的恢复就会恢复，这说明血管健康，弹性好。但如果变白的现象要持续20秒以上才恢复，就要小心是脑血管出了问题。方法2，双手向前伸直，眼睛闭上，然后双手就像抓球一样，同时的转动。转动的速度可以逐渐加快，如果双手动作不乱的话，就说明血管没问题，但如果动作混乱，就要小心可能存在梗塞的问题。那血管堵塞了怎么办呢？可以常做一个动作，转手腕，两脚分开，与肩同宽的站立，双手向身体两侧平举，将手腕立起来，先由内往外转300下，再由外往内转300下。转手腕可以刺激到6条经脉，有助促进气血运行，打通血管，起到化血栓、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作用。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。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，可以给我们留言。养生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滋养调理，同样也是内心的一种修养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，欢迎收看侃侃养生。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晨起拉筋5分钟，强身健体，延年益寿。在我们身边有很多人不知道，拉筋对身体呢是非常有好处的。常言道，筋长1寸，寿延10年。如果能每天坚持拉筋，对强身健体、延年益寿是有很大帮助的。那下面呢，教大家2个拉筋小动作。动作1，坐在垫子上，双腿向前伸，双手放在身体后面的两侧，然后弯曲左腿。用右手握住左脚，使左脚放在右腿大腿上，坚持5秒，回到伸直的状态，再换另一侧。每天早上做3到5分钟。动作2，盘坐在垫子上，上半身保持挺直，然后将右手手臂向左侧伸直，用左手抓住右手手臂，用力的向左使劲儿，同时呢，身体也跟着向左，做完再向相反的方向做。每天晨起做5分钟左右，经常这样拉筋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提高身体的柔韧性，有舒筋活血的功效。那闲暇时候拉拉筋，对身体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哦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。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分享出来。养生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滋养调理，同样也是内心的一种修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，欢迎收看侃侃养生。45岁以后基本就算是半个老人了。这时身体各项机能开始下降，身体也大不如从前。如果想要身体健康，那么有些有损健康的事就不能做了。45岁以后寿命短的人，通常有3个共性，改得越早就越增寿。第一，不喜欢运动。当人年纪大了，很多人越来越懒得动了。其实这样对身体健康是不利的，因为不运动很容易导致身体肥胖。如果过于肥胖，会给各器官增加负担，
所以建议大家养成早睡早起、多运动的好习惯。第二，吃肉太多。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，顿顿有肉也不是什么难事。但是老年人应该以清淡为主，肉的热量和脂肪都很高，对于过了45岁以后的人来说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，所以还是少吃一些比较好。第三，太过节俭。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，一些剩菜剩饭呀，总是舍不得扔。虽然节俭是好的，但是剩菜剩饭特别容易滋生细菌，还容易诱发胃部不适，所以45岁以后，请不要太过节俭。除了要改掉上面这些，建议老年人平时呢多喝茶，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，保证充足的睡眠，时刻保持一个好的心情，遇事不往心里搁，这样你才能离长寿更进一步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。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，欢迎收看侃侃养生。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45岁以后寿命长的人通常没有3个坏习惯。当然，过了45岁以后，衰老的现象会逐渐变得明显。这时，如果想要健康长寿，那就需要重视自己的身体了。那下面这3个坏习惯最好远离。第一个，不爱运动。经常运动可以增强体质和免疫力，让身体变得更好。但是有很多人经常懒得动，或者3天打鱼2天晒网的运动。如果长期不运动，会使身体气血运行变慢，免疫力下降，最后各种疾病找上门。第二个，吃得太饱。45岁以后，如果经常吃得太饱，很容易导致身体肥胖。而肥胖会引发很多疾病，比如糖尿病、高血脂、心血管疾病等，所以建议大家要有规律的饮食。第三个，喝水少。很多人都有喝水少的情况，认为喝水只是一件小事，其实喝水对身体健康有很大影响。只有身体有足够的水分，才能够加速血液循环，有利于体内毒素、垃圾的排出，这样疾病才会远离你。上面这3个坏习惯少做1件，或许你就离长寿更进一步。如果你也有，赶紧改正吧。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你还知道哪些影响寿命的坏习惯？可以留言一起分享哦。养生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滋养调理，同样也是内心的一种修养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，欢迎收看侃侃养生。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50岁后若还能够轻松做到2件事，说明你还很年轻。人过50已经进入了老年阶段，这时候的身体也不如以前，很多疾病都找上门。但如果你还能轻松做到2个动作，说明身体还健康，是长寿体质。第一个动作，走3000步不费劲。走路是一种非常好的锻炼方式，很多中老年人没事的时候就会出去走路锻炼身体。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人的腿脚也会跟着衰老，不如以前灵活。如果你还能够轻松的走3000步，而且腿脚不会有明显的酸痛感，说明你的身体还是很年轻的。第二个动作，能够单脚站立超过半分钟。50岁以后，如果你还能够单脚站立超过半分钟，说明身体还很年轻健康。通过单脚站立的这个动作，我们可以看出腿部和骨骼的健康状况。如果骨骼和双腿有问题，那么完成这个动作是很困难的。若是你能顺利完成，可能与长寿有缘。人过了50岁，身体状态大不如从前，所以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。第一，要注意饮食调理；第二，要加强体育锻炼；第三，要保持良好的情绪；第四，要定期检查身体，这样才能拥有一个好的身体。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。如果你还有什么想要知道的养生知识，可以给我们留言。养生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滋养调理，同样也是内心的一种修养。希望大家可以坚持下去。我们下期再见。